好，来，那感谢各位老师今天下午的光临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主办单位这边的邀请。那今天的话，我们在下午的这个阶段啊，刚好是1点哈，哎，那利用这个阶段啊，大家可能刚吃饱饭，可能刚这个准备要休息哦，一般的这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时候，有时候下午场哦是最吃亏的，对不对？好、没有关系。那我们下午的话，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另外这个一个不一样的这个 AI 工具啊，哈。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英文科目上面，有一些使用啊。我想说，我们先就这个 AI 工具的整个界面申请，一直到设定，然后一步一步的带各位领略它的所有的相关的工具。那我今天也特别去跟我们这个软体的原厂申请的应该是最进阶的这个版本供今天有来参与我们这个场次的所有老师可以升级自己的账号。在这个一个期间之内大家可以享受它的全功能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应用以及软体的这样的使用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的模型，你在做使用上面的话，如果你要有最好的效果，你如果说想要做评估的话，往往你可能要先付出相关的成本那今天的话，产品先去拜托原厂我去跟他申请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全功能的这个应用，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带领所有老师一起来做申请，一起来做升级，一起来做使用，这样可以吗？我想说今天的话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我去申请全功能的这个算是软体的这个应用的话，带领各位老师使用这个软体一起来做精进的这个动作好，那课程要开始之前的话，我先把今天的讲义分享给各位老师我把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做一个复制。那请各位老师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先开启今天的讲义好吗？先开启今天的讲义。好，如果可以的话，先请各位学员帮我把今天的讲义打开好，很好，我看到大家陆陆续续进来了感谢各位了也刚才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主办的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介绍，我有点害羞呢，怎么办？好，来大家因为下午刚开始我想说也不要太 push，对不对？我们慢慢的把这个精神慢慢的把它集中，把它做一个汇集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用 Google Meet 因为我前几场有好几个分享它的那个算是使用的环境可能受到比较多的限制，我没有办法直接把一些这个元件或者是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操作，所以我今天蛮期待我们今天下午跟各位老师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 Meet 有一个 Meet 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就是视讯是同步的。声音是同步的，那教材也要同步我们的操作我也要跟各位一步一步来，这样可以吗？好，各位如果说有开启我们今天的讲义的话等一下麻烦各位老师帮我准备一下您的账号，因为我等一下带各位来申请这个服务。那账号的话，你可以用你学校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你个人习惯的使用的 Gmail 都可以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账号都可以帮你做一个升级的动作，这样 OK 吗？好，来，那请各位老师，我们就准备要进行要进行之前的话，来，各位，各位可能还可以再缓冲一下，先喘一下刚吃完饭，对不对？先听我一下自我介绍好了对，刚才已经我们老师有帮我介绍过了那我这里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黄信义，我来自长明老师教室长明老师教室。今天这个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的邀请那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我有非常多的机会跟我线上线下的读者，因为我写的是电脑书我今年写电脑书的话，应该是我第26年了我写了26年的电脑书，那我应该这几年有非常多的机会跟我们线上线下的读者，还有所谓的使用书籍的这个老师或是同学们做这个分享。画面上的话有我们很多的社群连接，那这里面的社群连接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点击，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有2场的这个直播啦，哈，我们早上这一场已经完成了哈，就是早上的话是在 Magic School 是另外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哈，我们来做一个进阶的分享，我们很多老师哦都借我们的工具哦，你会发现到最后那一刻哦，就是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之后，都非常的振奋哦，我想说哇，没有想到 AI 工具可以这样，各位。今天下午的这个软体的话，哈，更也是有这个聊天机器人啊，也是可以自制聊天机器人哦，还教学用的机器人哦。我今天有个期待啊，因为我今天有一个新的这个机器人，想要在刚好是英文这一场哈，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带各位来开发一个所谓的批改英文作文的机器人，批改英文作文哦，各位有没有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我自己去找了相关的资料之后，我想说做一个会诊啊，也期待说跟各位老师们做一个互动啊。如果说可以借这个方法，就是让同学们可以上传自己的英文作文，让机器人、让语言模型来帮你做批改，例如它帮你把这个整个文章里面的结构哪些问题帮你点出来之外，里面你用到的错字哦，它会逐字的帮你做分析哦。对我自己做完，我自己都吓一跳哦。我想说，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后我们来分享这个批改作文的这个机器人哈啊，大家也可以应用这个工具试试看。好，那这是我们的粉丝专业，我们粉丝专业上有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这几天哦，我们都是密集的开线上的研习啊，像昨天晚上我们这分享的是 Notion 哈，那 Notion 这个资料。Notion 的这个云端笔记应该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主流的线上工具。那我们昨天把重点放在这个资料库，还有所谓的这个进阶的编辑功能。那我们昨天只有2个小时，所以我真的是集中火力啊，把所有的这个资源都把它放上哈，就是希望说，尤其是我相信很多人面临 Notion 的资料库哈。对，资料库就跟数学一样哈，不会就是不会啊哈。对，很多人看到那个资料库怎么样，就决定要摊手了啊，就决定要放弃了。然后我们昨天是用一个实际的范例，我带大家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堆叠哦，把那个技术点全部把它斗齐的。很多这个学员哈，在线上完成的那一刻才发现说，哇，原来资料库不就是如此操作而已吗？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今天可以带领各位老师们也有拥有同样的这种感觉，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诶，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作品哈，做了好多好多的作品。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活动，欢迎各位老师的加入哈，欢迎各位老师的加入。Notion 是吗？我们现在正在办活动哦，我要会跟主办单位那边谈一下哈，看是不是我们再把这个影片做一个分享。所以老师们，帮我们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专业哈。好，第二个的话是我的官方账号，这个官方账号是这样，各位老师，我想说，因为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啦，或者说你使用资讯，尤其是这个 AI 年代，对不对？我们现在软体的更新不是算那个几天啊、几个月的，都是算什么？都算几个小时的，真的。这个像这几天有非常多的软体更新，各位知道吗？我们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个应用哦，我们要结合这个我们今天的软体的主角，再结合外部的工具，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数位的简报，甚至是影音的作品，然后它可以做英文的朗读，搭配景点的介绍，来做一个英文的影片。这个可以结合什么？可以结合 Canva。各位这几天的主角是不是就是 Canva 哈？那如果我们速度够快的话，我要带各位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制作，听起来今天会很忙，对不对哈？对，我也觉得会很忙。那我们就希望说都可以跟各位做分享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那机器人我都写好了，你进来的话你留言。你留言在左下角这里一个问题询问，你跟我们做互动的话，你留言我看得到，我团队也都看得到，可以帮各位做服务，好吗？好，最后是一个 YouTube 频道哈，各位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有所谓的像一般的这个影片的内容相关的直播哈，还有就是说今天哈，我们刚好这2天。我们小编刚把我们近期的所有影片整理在这个茶米教你一点点的播放清单里，
那我们已经在昨天全部都释放出来了。在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新的备课工具、AI 的简报工具，还有所谓的新的 ChatGPT 的语法。还有各位，如果说你的影片想要上字幕，你的会议记录、你的课程内容想要做逐字稿，我们这里也有相关的工具。那我们都有一片一片的这个内容啊。这现在目前在我们上面的所有影片都有字幕，都有范例，都有简报欢迎各位快点来加入我们的频道来加入我们频道。好，那各位，我们小小频道刚破万了刚破万，需要各位老师们给我们多多的支持啊。对，因为我们实在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一天之内破100万、200万，对不对？对，人家这样的频道也要那个怎么样？对，那个所谓的这个 YouTuber 他们要这样的一个实力可以这样子一天破100万、破200万，那个也要机遇要够惨，对不对？对，要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机遇啊。对，我们只好勤勤恳恳，尤其是教学频道需要各位老师怎么样帮我们多多益助欢迎各位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各位的小铃铛，这样可以吗？对，那我把我们的这个连结我就贴在聊天室好，那如果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伙伴们就直接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各位的小铃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准备进行今天的课程了准备进行今天的课程。Notion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主题也有兴趣嘛？是不是？好，我就尽量我跟主办单位聊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把影片跟各位分享那如果分享的话就可以在我们刚才的频道，我刚才已经有给各位这个频道的这个连结那各位可以先订阅我们如果有发布，我们就直接会在上面。对，会留着，会留着。好，怎么被导向那边去了？OK 好，那老师们如果都 OK 的话聊天室，我先讲几件事情，简报有打开来，第一件事情，简报有打开，你账号也准备好了账号也准备好了。第三件事情，来，我们刚才 YouTube 频道已经订阅的话，麻烦聊天室给我一个+1，好吗？聊天室给我一个+1。谢谢大家。如果都 OK 的话聊天室要给我一个+1我们带各位一起来，这样可以吗？谢谢大家不要骗我一定要都订阅起来好，那老师们，等一下我们的互动，因为等一下有非常多的实作实作的当下我们可能需要环环相扣嘛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说有需要帮忙的话，记得聊天室要跟我做一个说明要给我一个讯息，让我可以知道说哇，可能哪些地方我要再做一些进阶的补充，因为我旁边有一个监看视窗我看得到可以帮各位做立即的这个，比如说补充或者是修正。还有我们等一下有很多提示词提示词的内容可能如果说你来不及登答的话，跟我说一下，我会贴给各位，这样可以吗？好，那各位，那我们接着的话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软体我们要来先跟各位介绍这套软体叫 Edit Cafe Edit Cafe。那 Edit Cafe 的话，它的这个开发方的话，目前的主要的软体的重镇它放在新加坡，它是一个国外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的话是专门面对教育面向的一个 AI 工具面对教育面向的一个 AI 工具，所以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方向的建制跟它的申请都是朝向这个教育那各位可以点选这个台湾这里，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公司把它代理进来，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中文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中文界面的这个算是官方网站。在这里的话，我非常推荐各位老师们可以来看一下它除了说教学介绍之外，全部中文化之外在它的功能展示更是怎么样诚意满满我觉得那时候我认识这个
这套软体的时候，觉得非常，因为刚开始觉得很有兴趣去做接触，啊，我都找不到一个什么可以 support 我们的，就是像我们今天有 support 的软体厂商哈，今天就有了哦，我们有冠名赞助了，对不对哈？等一下的话，大家可以有全功能的这个内容，你现在看得到的东西，你等一下都可以用哦。这里的话，除了你看它官方的 PPT 已经有帮各位做好之外，还有24小时的 LINE 的官方客服哦。所以有问题的话，直接都有真人给你做回复哦，不像查米的这个机器人哦，我的 LINE 的话还有机器人的帮忙哦，他们是真人客服哦。在这里的话就有 AI 的这个助教哈，它有提供几个非常不一样的面向的说明比如说 AI 助教怎么用哈，行政的助手，它几个应用面向都帮各位有拍好影片，做好说明，各位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而且它的影片的内容全部都是中文哦。所以老师们未来在这个做这个应用应该怎么样？比较不用担心哈，比较不用担心他们的资源是怎样比较充足的，好，比较充足的。这是官方的这个中文化啦，中文的这个资源。不过因为它现在等一下软体的中文化，我要先说明一下，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建制调整上面可能会比较不稳定。不过我相信今天刚好大家都是英文老师们，对不对？对这个界面的这个算是。使用的话比较不用这么担心哈。好各位，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我们先来认识这个软体哈。好，那我来带各位快速注册哈，麻烦各位老师帮我点击这个咖啡 AI，这是它的应用网站。来，我把这个网址我贴在聊天室。我为了要跟各位老师同步，我开一个空白的账号好了，好不好？我开一个空白的账号。好，来，请各位帮我进来之后我们到这个空白的地方，我先做一个点选，等我一下哦。好，请各位老师等一下到右上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册过，有注册过没有注册过都没有关系，请你到右上角的 Get Start Now 帮我做一个点击。好这里的话，我建议各位老师您可以直接用你的 Google 账号比较方便。如果用电子邮件，它还要寄信去做认证啊，等等资源啊，比较久。各位，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 Sign Up with Google。然后呢，因为我已经有 Google 账号，我就会登录到这个画面来。好，请各位老师，如果你已经进入这个画面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2，好不好？如果你已经有登录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2哦。谢谢大家好，那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不用强调你一定要用所谓的教育账号。各位注意，你不用这个什么，他不用就是说你一定要用教育账号。例如你有 EDU 啊，会是有这个学校给你的这个账号，单位给你的账号有 EDU 的。他没有所谓的什么教育版。各位为什么？他认为。来我们这里使用了就是教育界的人可能就是学生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说一般从事跟教育相关职业的这个人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教育版，了解吗？所以各位老师您可以直接用你的 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在画面上你会进入首页。各位老师你有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有画面有看到这个首页对不对？好，如果 OK 的话麻烦各位老师先帮我来检视一下这个画面，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各位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它左边你想说，老师我的语言是英文怎么办请各位老师到右上角这里来，这里有一个语系的这个切换，你可以把它做一个点击，其中就有繁体中文，这样可以吗？其中就有繁体中文。但是各位，它常常会跟你上面的 Google 翻译做打架所以你要做一个调整。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做一个点选，这样可以吗？像我画面这样，比如说我点选，如果到这里没有真正的切换成中文你多点2下让它把画面帮你全部把它翻译成中文。好，那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界面其实它的界面蛮简单也蛮单纯的你看它功能好像很多可是各位不用担心它这个其实有4个地方让各位看。第一个叫 Home，
第一个叫 Home 哈，来，那这个 Home 的话就是说，等一下各位老师，您只要有新建它的里面的每一个文件的话，它会把你最近所编辑的文件，在采用的内容的话，帮你在 Home， 也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界面做一个统计，上面总共有几份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作品，它会帮你在你的 Home 上面做统计。我们之所以现在看不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做，了解吗？哦，比如说我等一下有课程计划有几份，简报有几份，教学资源有几个，我们的 Fresh 卡或者是所谓的智慧卡，就是所谓的单字卡有几份，这些内容的话都可以在等一下首页上看到，这样了解吗？还有他推荐你的一些新的活动、新的影片、新的教学也会放在首页上。这个叫首页啦，这个叫首页。好，那第二个的话，麻烦您帮我点选这个我的图书馆，这叫 My Library。好，那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做任何东西，所以我这里的话基本上是空的哈，基本上是空的。那我们等一下新增 AI 内容的话，你只要有新增、有成功、有做存档，你不用怕找不到，它会帮你放在我的图书馆，就 My Library 里面。那它还有一个特色，它的 library 是可以建置资料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对我所产生的 AI 内容做什么，做分层管理，所谓的分门别类的话，你可以用资料夹来做所谓的分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整理，放置在不同的资料夹，你就有不同的群组。例如，你可以用学生的身份来做，比如说这是某一班的所有资料，我就放在这里。例如我用科目来分，或者是我用什么用时间来分都可以，就是我们一般资料夹的管理，这个是在 My Library， 好 My Library。 好再来的是最近的，也就是说你最近有做过编辑的档案，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记录。这里的话比较适合是这样子哦，我相信各位老师，您可能今天课程结束之后，还没有立刻把它应用在你的教学现场，这是有可能的，对吧？那你可能过去你可能多久以后，你再打开的时候才想起来说我注册过进来的时候你想说，那过去我最后编辑的那个档案在哪里？你就可以从最近这里找到，这样了解吗？好最后要跟各位讲的是账户。各位，当然账户的第一个他会跟你讲目前它的内容目前它的收费是怎么收费的。我先说明一下，各位老师注意一下对，我们在学一个新的 AI 的工具的时候，我往往会看三个面向，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我往往会看三个面向。第一个，这个工具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对不对？我要知道它有哪些功能，所以这很重要第二个，我要知道，我用这些功能有没有什么限制？例如 ChatGPT， 我问各位ChatGPT 有付费跟没有付费差在哪里？那你是不是要知道说，我如果没有付费的话，我可以用到哪些功能如果哪些功能可以用，它有没有什么限制？这个是我想要知道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三个就是我使用这个 AI 工具，我要付出多少成本？这是不是很重要？我是不是有什么成本要付出？这里的话就是怎么样？这个是你要关心的三个面向。以今天来讲，各位，我们今天用 Free 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Free 的版本。但是因为我想要给各位更好的，所以我今天去争取这个最好的 Pro 的版本Pro 再高的版本这叫什么优质的版本这个版本给各位老师使用，这样可以吗？我今天有去争取等一下我带各位升级，好不好？好，那接着就来升级好了。请各位老师先看一下先看一下你的账户先看一下你的账户，这里有一个，各位，如果是你个人设定的话，你还要到轮廓这里来，有看到吗？我先带各位把它设定好了，各位这边的账户有一个轮廓，轮廓的话翻成英文叫 profile 啦，就是您的这个个人的资料，你也可以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轮廓就可以过来了，这样了解吗？这里轮廓这里的话就是显示你的个人的姓跟名，各位你可以在这边修改做设定，这样可以最重要的来，各位老师，您的 AI
作品最后要绘出的语言预设是什么？我请各位老师，因为我们是英文科，不一定都是英文哦，你输出还是有中文，可是里面的题目是英文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这样讲，就是说你预设语言的话，我建议各位你先给他一个预设是用繁体中文，好不好？这里，繁体中文来做输出，这样可以吗？这边请你帮我先做设定哦。好，左边的话有一个组织，对不对？组织就是你的工作的单位啦、公司啦，或者是你们学校啊，你可以写或不写都可以哦。好，请各位帮我做一个设定，姓名，还有你的所谓的 AI 的预设的语言、输出的语言哦，跟你的组织，也就是你的公司、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位或者是学校，这边填不填都可以哦，但是这个输出语言是一定要填的。好最重要的重点是你的图示有没有要换啊，各位老师，嘿，你可以换一个你觉得看起来好看的 logo 啦。不然他会用你申请的账号预设的那个 logo 来当 logo。好，如果这边都已经设定完毕的话，聊天室麻烦各位老师给我一个+3，重点是这一个哦，重点是这一个。各位，如果这边 OK 的话，可以给我一个+3哦，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今天优惠要来了，请问一下各位，你这里写什么？你把你这边写的，你是写 Premium 呢，还是 Free？你把你的这个等级，对你现在，我们等一下我独自升级，好不好？各位，你现在的版本是什么？是 Free 吗？来，各位，我要偷偷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升级的通关密语了。我的麦克风在这上面了，我麦克风在上面。我等一下要偷偷讲一下我们独自升级的通关密语了，只有我们这一场，好不好？那请各位老师，因为那个账号有限这个升级可以升很长一段时间，比我们上次升级我们上一场升级只有3天这一场那个使用单位给更久一点好，请各位老师注意来咯你现在应该看不到一个东西，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预设的档案共享性？你们是不是没有办法设定？对不对？我这里这个写民众其实是翻译错误，这叫 public 啦，就是公开的公开的。那等一下我产生的作品，我可以直接分享给各位，了解吗？你们现在应该没有，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你们是 free 我们要升级成 premium 要怎么做？要升成 premium。来，请各位老师注意一下我们今天的简报。在简报的哪里呢？各位，在简报的第14页有看到吗？这里有一个通关密码，有看到没有？下面有赏味期限哦。我先给各位通关密码，我先打在聊天室好吗？我先打在聊天室。各位，在我们讲义的第14页，有没有学员不知道我们今天讲义的网址？有没有人不知道？有的话举个手。你在聊天室给我一个疑惑的表情。有没有人没有今天的简报的？有吗？有没有人？有的话打一个有。来，我给各位这个简报的网址，在第14页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在第14页有一个聊天，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通关密语。请你先帮我获得这一份通关密语，来 copy 起来。好怎么用？各位，我要带各位我独自升级喽请各位我要带各位升级了请你帮我到我们今天的软体
在哪里？在订阅这个地方，在订阅这个地方，你往下卷动，因为我已经升级了哈各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有没有一个叫做我有什么金钥，还是我有订阅码？各位叫什么？你们这里有一句话叫什么？是不是叫我有订阅码？有吗？有的话，你把它打开哦。哦，有的话，请你帮我把它打开。好，我有产品金钥，对不对？来，请你帮我把产品金钥贴上，然后启动，好吗？哦，请你帮我把它贴上，然后启用。各位，你是不是就升级了？如果有升级成功的哦，聊天室给我一个+4，好不好？已经升级成功的伙伴们，哎，我们独自升级了哈，请你聊天室给我一个+4哦。哇，谢谢大家。哎不要跟别人讲哈。啊，我们就我独自升级了，是吧？哦，这个账号的数量，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几个哦，因为我们这次你看，我们现在光线上就200人了。好，可以再示范一次吗？好，来，可以，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哦。来，请各位哈，在我们的讲义的第14页这里有一个通关密码在这里。哇，我们会议室就是200人哦。还好没关系，就这200人了，各位哦，没有错，赏味期限到4月19，所以各位至少有1周哦，那我们就满了，对不对？哦，好，那外面的学员只能透过我们线上直播了哈。好，这个通关密语我再说一次哦。哦，请你帮我到什么？你注册的这个账号，来，各位，你注册的账号在哪里？在你的这里有一个订阅，在订阅的下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我有产品金钥，请你把它点开，然后把刚才的金钥我有跟你讲了，对不对？贴上去，你就独自升级了。你这样按启动，就升级咯。就升级了，这样可以吗？有完成升级的聊天室，快点给我一个+4哦。很好，很好。哦，现在满满的，哎，各位，现在满了哦，你只要掉出去就回不来了哦，各位，外面有人在等哦，哈，哎，你至少要把这个位置抢住了哦。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好，来，那各位，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先把环境搞定我们先把环境搞定大家比较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烦恼哦，没有烦恼应用就可以大展拳脚了，这样可以吗？好，那 AD 卡费的话如果你账号都已经完成，我看非常多学员都+4了我们要开始什么？进入这样的一个说明进入这样的一个说明各位。那我如何利用它来新增一些相关的内容呢？如何利用 Edit Cafe 来新增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分析请你帮我按一下创建新的各位这边的话有时候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展示中文好，没关系，各位如果没有的话，你看我就没有办法各位没关系，我帮各位抓图如果说你看不到这边显示中，有时候就可以看到。来，先看一下我的讲义。各位，如果你有看到的话，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你会看到哪些分类这是 AD 咖啡的工具清单有够多的，它分成3大类。
第一大类叫规划，规划里面有3种工具你可以用。第一个就是做所谓的课程计划哦，就是呢你的课程的分析啊。我们在要进行备课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课程，我们是不是要先写一个教案，对不对？我们要先写一个计划，包含了我到底这个课程里面要怎么是要教什么，主题是什么，方向什么，我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啊？再来呢，我里面大概有怎么样的一个配档然后呢，我要收集哪些资料？各位，他连收集资料都会给你哦。例如啦，你光这个资料的收集，是不是有包含网络上搜寻的网页啦、PDF 啦、什么简报啦、工具啦，他都会帮你收集在一起。甚至后面还有所谓的教学配档，也就是我如何进行这个课程，他都会给你做一个课程计划，这个叫课程计划。好，投影片就比较不用介绍，对不对？我要做这个课程的配件，我们就可以用投影片。投影片的话，先这样讲，各位，它现在目前的投影片功能还非常阳春它基本上可以整理出规格。可是我其实会跟各位讲我们可以借由它的这个内容来做什么延伸。我今天会有一个范例来做延伸好，最后是所谓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是这样，各位，我们现在如果备一个课，我如果有课本，或者我有关键字，我有方向，我有想法，你有没有需要去网络上找相关的资源？这个资源的话，你就可以借由教学资源，利用关键字，利用你给他的文字，他会跟你讲找到相关的，无论是网络上的网页、PDF， 或者是简报或者是其他资源，他会帮你收集在一起，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教学资源进行备课的动作这个叫规划。好再来第二个，这个地方是满满的教学配件的制作包含了各位，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你比较容易理解它是什么内容例如你看还有什么 Fresh Card， 各位，我们是不是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都需要做闪卡，对不对？像我们在以前的话做闪卡的话，这个 Fresh Card 的话就是自己要写嘛，对不对？这里的话我跟各位讲数位的而且可以用手机可以看的，而且它可以翻来翻去的。Fresh Card 不就是可以这样翻来翻去吗？正面是单字，背面是解释你还可以加上图片甚至可以听到它的发音，有没有好？这个不错再来是单字卡单字卡的话，你可以给它怎么样一个方向的，比如说啦，我想要背某个方向跟旅行、跟文化、跟艺术相关的单字，可以吗？好它还可以怎么样？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个所谓的 pool， 你已经放了很多智慧在这嘛。我就是希望可以背这100个单字，我把这100个单字的资料给他，他也会根据这个资料整理给你好再来是什么？阅读活动，就阅读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他会给你一个面向就是你给他一个方向，它产生单字之后产生短文，产生测验还可以直接使用，有够好用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AI 生图，还有什么智慧语音。我今天的话会用智慧语音加上简报，我们来做影片，好不好？后面的话就是摘要的笔记最后呢，你可以自制聊天机器人。我们今天也要借由自制聊天机器人来做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作文批改，或者是像英文单字小助手，前面有的我们后面也可以做，了解吗？好各位，最后的话这个叫测验好，那老师们你可以看这个测验的画面，除了一般的基础测验测验的话就是例如我给他题目，他帮我生成我的测验的内容，测验的方法可以在他线上做如果你想要控管可以更大，就是说我希望它可以让我更加的能够控制，它还可以帮你生成 Google Form 所以你可以用 Google Form 的方法来怎么样跟学生互动也可以你不用自己写程式，它会帮你生成再来 YouTube 测验是什么YouTube 测验是这样各位，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学习不是非常多，都希望用教学的影片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有一个 subject， 有一个主题我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topic， 我有一个主题，我有一个这个想要这个学习的方向跟内容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教学影片，那我想说我就把它当做作业，我配给学生然后我把这个分配给学生之后，我跟他讲，请你帮我把这个影片看完，我下面有10题选择题，那你帮我答完这个选择题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看完这个影片有没有接受，有没有通过我们的测验。
这个地方就很好玩哦，就是你来通过测验的话，你就什么，哎，可以即测即评哦，我就可以知道，马上可以知道分数，而且老师也可以看到中间的过程哦，比如说哪些学生有来看，有来答，哦，啊，分数多少，学习成绩如何，这个你看得到，有没有好用？哦，啊，我们今天用范例带各位直接实做，最后那个不叫职业评论员，叫作业评论员，各位就是批改，我们最后用它来做一个批改的程式，好不好？我们就是来批改作文，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这个满满的工具，哈、哦，满满的工具，到这里对它的工具是不是会比较理解了？这样有吗？哦，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有一点认识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5，好不好？我们的聊天室有突破200个人呢。现在先开放有报名的老师才允许再额外加入。OK OK，哦，吓一跳。我想说怎么200个限制怎么会跑出来？哦，原来是这个我们的主办单位有控管了、哦。好，来啊，各位，我们继续哦。好，我们继续来。那各位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工具清单的话，我们就从比较基础的，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范例带各位来看这个课程的计划，好不好？啊，这个你用这个模式其实可以衍生成其他的内容哦，其他的内容。各位你看一下哦，我们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练习，请你帮我开启你的 AD 卡费。好，那我们从创建新生，我们来一个 lesson plan，这样可以吗？我们来建立一个课程计划，来建立一个课程计划。好，来，各位老师，我这里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课程计划，或者是说你想要对某一个主题做备课，或者是说我有一个教学的这个算是备课的一个范围，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很多人讲说，那如果我要搭配 AI 来做，我是不是给他提示词？比如说我跟他讲，我就是要教的是国中2年级的英文啊，它的单元叫什么名字？它里面大概有哪些单字？好啊，请你帮我怎么样生成一个教学计划？会这样吗？各位，过去如果你 ChatGPT 打开，你的确只能这样做，对不对？也是把你的课程的内容、要教的范围，甚至给他相关资料，例如我单字有哪一些，我的短文内容是怎么样啊？我希望有哪些这个单元，你好像自己在写那个什么这个整个教学的这个课本一样，对不对？各位，这样辛不辛苦？很辛苦。而且我跟各位讲，除了辛苦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使你把你的提示词，你把你的说明的内容讲得再详细，你会发现 ChatGPT 或者是语言模型，它因为为你好啊，它除了参考你的资料之后，它会不会去网络上找资料？会不会？会呀、啊，各位。所以它最后给你的内容，你有没有确定它一定会框在你所提供给它的资源里面？可能就不会哦。有发现吗？你可能想说，哇，我明明告诉你这个范围，你怎么那么好心，再帮我长出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甚至是他自己的幻想，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怎么办？各位老师注意，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我建议你，其实你要给他一个资料来源，你要给他一个适当的文本。那以教学的本位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课本。你有觉得吗？对不对？我就给他，我等一下就要这样教。那我怎么样？你要参考什么资料？不用，请你就看我的课本，我就把课本给你，我就把文件给你，我就把档案给你，我就把像各位老师，您应该比较好拿到 PDF，对不对？你可能在教学上面，你可能比较容易拿到 PDF，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出版社，然后我们已经选择你们家的书籍了，那我要教学，我有个配件，你可以给我 PDF 吗？我比较好安排。那这个 PDF 可以不可以当做你的资料来源？可以啊，这边是最好的。我非常推荐各位老师，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参考的文本啊，这个文本最好的就是你的课本哦，你就不用怎么样去担心说他看了别的资料，他去参考别的网页，
他去怎么样读取别的你不知道来源的内容，然后来产生在你的教学里面。那我们就原本我就是用一个课本的一个既有的文件来锁定说我希望能够读取的内容是不是最好，是不是最好？所以我们这里的话给各位几个范例好不好？那这里的话第一个是话题，话题是最空旷的。如果是这个最发散的，就是说这种课程可能不是学校里面的制定课程，而是老师自己去思考的一个课程。你可以给他一个你想要讨论的主题，你想要讨论的方向，来跟他来请他来思考，来做延伸。第二种呢，就是什么？我已经有一个课程的计划，我想就这个计划来衍生我要的课程内容，所以我可以把我刚才讲的很多的文字我贴给他，当然也可以。第三个，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某一份文章出发，例如我想要介绍一个历史上面的人物，或者是说某一个英文的文本，或者是某一个英文的这个新闻，我想要从它衍生成一个课程，我是不是直接说我把所有的文件剪下来贴上给他？当然可以，但是好累哦，我可不可以直接给你网址？这个就是给网址。他就会直接帮你做爬虫，他直接会帮你做爬虫，把资料爬回来，形成你要的学习内容，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给他的这个方向。最后叫文件，这个就是我讲的，我干脆给你课本好了，请你由课本来帮我发想我接下来要进行的教案内容，这样 OK 吗？所以这是几个选项哦，那我们先快速做几个范例好不好？那请各位老师哦，请你到我今天的资料夹，我今天有一个资料夹来在这个我的讲义的第2页叫分享资料夹，请你帮我把它点开。各位老师，我先贴在聊天室好了。我先贴在聊天室请你帮我把它点开。我这里有几份文本这也是我想要的课程内容。这里是我从网络上收集的，这是新北市的这个好像是国中小的英文资源中心这个是一个手册。它这个手册是什么？就是说做日常的对话的日常的这个对话的这里面有几个，比如说它的单元1、单元2，有看到吗？这个是它的单元内容哦。这个手册大概90页左右，90页左右。那我们今天不要那么累，好不好？请各位老师，我们就是前2个单元，我已经帮各位 Part 1了，Part 1里面就前2个单元，这样可以吗？请各位老师在这里帮我先下载这个 Part 1，可以吗？请各位这样子帮我下载到您的主机上。请你先帮我下载到 Part 1，这样可以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想要理解的这个他的课本的这个内容，我想要用它来衍生教案，好不好？来，有完成老师给我一个+6，你下载完毕了，你有找到这个档案的聊天室给我一个+6，好不好？你有找到档案的聊天室给我一个+6哦。可以啦对，因为我想说跟各位同步我等一下就不一直往前跑，那追不上，你就觉得老师我只能我只能看着你独自升级了，你把我们落在后面了来，我们先给各位把这个档案下载好哦完成帮我打一个+6好 OK， 感谢大家好接着我要开始建立这个课程计划咯课程计划了，请各位帮我点选加帮我把刚才的这个内容，各位我再说一次，这边有4个嘛，我刚才有分别说明它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以文件我直接丢课本给他，我去丢这个参考手册给他，有看到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什么？你要附加说明。你给他这个资讯，如果说没有很完整，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对谁而教，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给他一个范围？学生的这个所谓的等级不同，比如说是国小、是国中、是高中、是大学，大家甚至是在社会上这个不一样的学生的这个所谓的年级啊你可能都会导致他出现这个教案的偏差，了解吗？我们是跟他讲，这里说，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学生是，比如说我们学生是国小6年级，好吗？学生是国小6年级的学生，好，这样可以吗？就跟他讲，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哦，好，学生是国小6年级的学生，这个有没有觉得很绕口令？学生是国小6年级，好了 ，OK 再来，下面会有一个和选叫线上资源，各位这里就是帮你结合另外一个功能啊，我们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什么？教学资源教学资源，这个教学资源的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你有和选，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顺便帮你搜寻有没有适合的，有没有这个范围的教学资源，了解吗？我们等一下也来看它的结果。你有和选就有，没有和选它就只有这个文本哦。我们这里有和选，我跟他讲说，除了你帮我备这个课，帮我放着，然后到网络上再帮我找，是不是有什么参考资料，帮我放在教案里面，让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可以使用，这样了解吗？好，再来，下面是标准，左边是什么？这边是国际的标准，像 NGSS 还有纽约的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这个标准各位如果有我们就填，没有我们就不填，好不好？这个地方我就放留白，因为它叫可选，就是所谓的什么你选填的项目好，右边的话，我的教案内容虽然我讲英文，我这个里面是英文的这个练习，可是我输出的教案内容，我想要写成中文的所以这里的输出语言我就放一个中文，这样可以吗？好各位老师万事俱备，请你帮我点一下生成课程计划。我们就让他去读取这个文本，根据我的附加说明，再找寻相关的资源，输出成英文的教学计划。这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范例我们先跟各位讲。各位可以看到它开始升了哇，你看他找的这个教学资源还蛮多的。来，请各位试试看哇，这个教学资源有没有非常的非常的可怕？好多所以各位老师，你看他真的有阅读这两个，因为前面是 hello， 第二个是介绍家人有2个单元，就是如何打招呼，如何介绍家人所以各位你看一下，他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学计划比如说他叫问候与自我介绍他的目标是这样下面有一个专有的一些词汇啦一些词汇，然后有一些重要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在线资源，就是线上的资源，比如说在网络上的文章，你可以做一个点选真的是有相关你有发现吗？还不错，对不对？所以你在做这个阅读的时候，我们看完那个阅读的内容的话，他不妨可以再来说，老师说可以延伸的这个介绍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篇文章有在讲这个如何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英语里面如何做自我介绍，如何打招呼，如何介绍家人，对不对？甚至这里有什么？有影片 I have to finish writing this paper. I'm swamped. Just get Grammarly. It's free. 有影片 Can it help with what I wrote last night? Grammarly will 我们 catch 略过 all. 一下 You a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greet people effectively in conversations. Good greetings are the fundamental opening of every social and even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 Our focus is going to be on professional settings, but you can use good greetings
in any interaction in your life. And I'm here with Dr. Julian Miravel. We co-authored a book together 是不 called 错 Positive Communication for Leaders. 来，各位老师，你看他给你一些教学的这个资源是不是很多？好，再来还有什么 PowerPoint？ 这里有一些 PowerPoint 可以下载，还有一些什么人家写的 PDF， 有没有觉得很不错？然后最后呢，他跟你讲，如果在课程进行可以怎么做？每一次的话，我们进行一个单元就是什么？那这边的话，你都可以怎么样变成你的跟学生里面交谈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他教学。你有发现他这个课程的程序，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在教育现场常会遇到的，就是我在设计一个课程的话，如何开场破冰啦，对不对？如何直接教学，对不对？再来如何指导差异化，比如说高年级、中年级、低年级的然后再来呢总结最后呢有没有一些延伸活动最后现在还有反思。好老师们，这个不是不能改注意一下，请各位老师注意这边的内容，也比如说我比较问候跟这个，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变成英文啊，或怎么样？你可以这样做各位老师，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好，各位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back， 就是退后，就是回上一页。你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英文？我的教案要变成英文可以吗？可以。你这里即使都提供中文给他，我要输出成英文的内容可以吗？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所以你可以回去各位不是只能就一直待在那边我只能存档了，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没有，不止比如说我就用英文来做一个呈现的内容，这样可以请各位试试看，有看到吗？不错这里面有几个什么可以用的这个单字，对不对？哇，这个它的这些所谓的网络上的资源就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刚好是符合您刚才所要求的这个年纪来，请各位试试看。来，如果有完成的话，聊天室的老师给我一个+7，可以吗？很好，你看，如果是英文的教案，这个多好！哇，这好多好，各位，你英文教案已经完成了你如果做这样的作业，你准备要做一个报告，对不对？你可以编辑比如说我不要这样的一个抬头比如说a lesson plan 的后面这里我就不用了，我的主题就是前面的什么所谓的问候语跟介绍，有没有？我可不可以编辑？我可以编辑，各位有看到吗？这里面的每一个内容如果不适合的，比如说我不需要讲哪几个重点，我可以直接就把它删掉，也都没有问题。这边是可以直接打字的，了解吗？它只是变成一个文档给你变成一个文档给你。好如果你都没有 OK 的话，你可以使用的话，请你帮我怎么样？请你帮我按一个存档，来右上角有一个 Save， 有没有看到？存档这里的话就是说，那你要不要一个档名？可以有一个档名各位老师，我们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你有这个档名，你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档名，可以吗？比如说我 save 这个是所谓的教案，英文教案，教学计划，好是这个档名，这样可以吗？我就给他这个档名。好你要存哪里？现在预设是直接放 My Library 的根目录根目录。那你想说我要集中整理，我可以给他新增一个资料夹，比如说这个资料夹我用今天的日期好吗？20250412是今天的日期。那资料夹的位置是放在我的图书馆里面，这样 OK 然后这里帮我按建立资料夹。好，那你未来就可以存在你的作品，我就可以集中管理咯，我就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按这个不叫节省，叫 save 啦。
存档，好不好？这个翻译有问题啊。OK， 各位有看到了吗？他就帮你存了一份教学计划在这个地方。教学计划在这边。来，老师们，如果有完成到这里，聊天室给我一个+8，好不好？各位，我把这个单元到这里，我把它做一个完结，我给各位休息一下，好不好？来，各位，如果完成到这里，聊天室给我一个+8。这个蛮方便的，对不对？很好，它不困难，对不对？好，那各位老师，您可以看一下例如我可以什么啊？老师，这个存档了可以编辑吗？可以回去，这里有一个 editor， 有看到吗？你可以直接再回去编辑。如果编辑完了可以存档啊，不然呢回上一页。回上一页，各位这边可以编辑哦。好啊，如果你希望说这份文件我要给我的同事看，我要给我们计划的其他人看，这里有一个 share， 有看到吗？它可以怎么样？各位，除了可以复制连结，你可以贴上之外，有没有？这样就可以让别人看到哦。有看到吗？可以复制连结，你甚至可以用 QR code。我们现在目前的权限是 public 我还可以给人家用 QR code 扫。各位，你可以用这个 QR code， 你可以用手机扫扫看。可以用手机扫扫看，就可以看到我的教案了。就可以看到我的教案哦。这个叫分享。这叫分享。你可以回去编辑，你可以做分享。还有什么？各位这边就比较单纯，就是比如说名字我要改，我要改这个描述可不可以？可以。我还可以移动，比如说从哪里搬到哪里，了解吗？你看我现在就是放在这里，有没有？我的图书馆里面现在多了一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里面有这个档案，我就可以打开。相关的记录都在这个地方。OK。那我们回到教室，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好不好？让我知道一下。已经回到办公室的，对不起，回到我们教室的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哦，天哪，好，谢谢大家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刚才已经有产生这个教案的内容了教案的内容，这个是一个范例各位，如果你存档的话，你目前就可以在我的 My Library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档案的存在，它的类型就是一个课程计划 Lesson Plan， 有看到吗？好那你这样子都不会掉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动作，例如我这个教案就是要输出我要列印有点不方便，你要列印，很多人就想说，老师那是这样子把它选起来做复制吗？选起来做复制吗？是可以啦是可以啦，你也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所谓的复制，有没有看到？你也可以这样做复制各位建议你你可以直接输出，有看到吗？例如我把它输出成 Word 好不好？各位你看它就帮你输出成一个 Word 文件，在这个地方这个档案就叫什么？来，各位可以看到英文教学计划，有没有看到？你直接把它点开，各位你可以直接把它点开，因为它一切就回到 Word 了，有看到吗？它一切就回到 Word 了，那你有没有很好用？你把你不需要的内容把它剪掉，对不对？那你甚至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调整一下相关的内容，像它这里有压浮水印什么，这个好不好变？很简单，你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甚至可以换字型，是不是？你就可以列印，这样了解吗？这是你的教案的部分这个看起来很不错来，请各位试试看，它可以绘出
哦，它可以绘出，直接怎么样？直接在输出这个地方 export 就可以了。哦，好，来，那各位这个地方很简单啊，可是它的流程的话，各位无论是什么样的作业，现在目前创新的这个地方，前面这几个，无论是课程计划、幻灯片、教学资源，它基本上就是过这样的流程，这样 OK 啦好，那幻灯片的部分，那个教学资源其实跟什么很重叠？各位，我们刚才不是在找那个我们在做这个课程计划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核选那个，他是不是去找相关的教学资源？所以他这里帮你有没有线上的一些资源，他都帮你整理起来。好啊，这个地方跟用这个教学资源去做生成的就非常的像，所以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这里就不赘述了。那简报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讲大型的范例的时候，我们带各位来做，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是规划的部分哦。好，那规划的部分比较缺乏跟学生互动的地方，因为你就要生成文件，生成相关的内容。可是下面这里所谓的教学跟学习材料，就有很多是跟学生互动了，这样理解吗？好，所以请各位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带各位来做第一个叫做抽任集卡，就是 Fresh Card 请各位帮我点击这个第一个选项。请各位帮我点击第一个选项哦。好，进来之后啊，你一样有没有发现第一个环节是非常类似的？第一个环节是非常类似的。我想说，我要做 Fresh Card，它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比如说啦，我们给它一个主题跟内容，好不好？你当然可以直接给它怎么样？你要的这个方向跟内容啊，或者是你提供我的文件。请他帮你生成像这个所谓的 Fresh Card， 那我们这里给他一个方向好不好？我想要说是动物相关的，你直接给中文就好咯。或者是说我海底动物好不好？或者是沙漠的动物，或者你可以直接给他指明是哪些动物，请他帮你做成 Fresh Card，请他帮你做成 Fresh Card，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各位正面要有什么？比如说我要有这个动物的名字，或者是动物的学名，因为我要背这个单字好第二个呢，那卡背呢？比如说我希望它怎么样？各位，我希望它简单描述这个动物，包括它的特征啊、它的栖息地啊跟饮食，这样可以吗？然后我把这个字我先打在聊天室给你，好不好？我希望是海底动物，然后我希望有动物的名字，就是在正面哦，然后呢，我在卡背，也就是翻过来的卡片翻过来的时候有这个叙述，比如说动物啊、主要特征啊、栖息地啊跟饮食。好各位如果都 OK 的话，来，我们要几张？比如说5张，好不好？我要5张的 Fresh Card。输出语言，记住各位，重点来了，你不要就直接按生成了各位，我要变英文的，哦。好，来，那各位老师到这边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请你帮我按生成这个 Fresh Card。来，请各位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我就生成这个 Fresh Card 哦。完成的老师聊天室给我一个+9，好不好？你有跑出来，你也可以不要这个主题，比如说是跟机械相关、跟建筑相关、跟某一个国家相关，对不对？它所产生的这个单字，那后面是它的什么？它的介绍，来，请各位帮我试试看，完成的话帮我打一个+9哦。
好，完成，老师给我一个+9。好，那你进来这个页面你会发现说啊，老师这个卡片看起来就只有字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图片，有看到吗？好啊，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用这个关键字，我们来看一下。好，我可以用搜寻的，有看到？哇，超多的，有没有？那你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点击这个什么？我希望可以有的这个图片。好，各位不是正面有而已，背面也可以有，了解吗？背面也可以有图片哦。那我要怎么做？各位，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复制起来？我们用这个人工智慧影像好不好？然后是哪一种模式？比如说是摄影模式。来，请各位试试看哇塞，这个比前面那个还好有没有觉得？这样可以吗？来，请各位老师帮我完成一下好，第二个，你把关键字弄起来。好，来，我们用搜寻的，先搜寻看看。这是海龟，对不对？比如说，你就找一个海龟。然后你把它的叙述、它的栖息地相关的内容，我们用人工智慧生成。很不错各位有看到吗？第三个有没有？这个是小丑鱼吗？看一下，天使鱼。哇，这个它长这个样子啊？这个不是那个什么灯笼鱼吗？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各位，你看我们也要新增背面的图片。来，请各位试试看。这边也要背面的图片哦。好，各位，哇塞，好恐怖哦！这个是吗？来，各位这边再来。这是海星，对不对？派大星。你要修改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再回来哦。然后来这边也可以用什么？你也可以用生成的，也可以用搜寻的啦。我觉得这个它生成的好像比较漂亮最后是海豚。好，请各位一样帮我完成一下。好，帮我完成一下。哇，这好漂亮是不是？来各位这边如果都可以的话，这边都 OK 的话，帮我按一个什么存档。这里他说，那你这个所谓的 Flash Card，你要不要命名各位，我建议你啦，如果你想不到名字这边有一个星星，有看到吗？这个就是 AI 帮你想，AI 帮你想，有没有？这个叫做什么？水下的这个所谓动物，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就说海底动物好了，动物，比如说单字卡，这样可以吗？我们就存档。好，
各位老师如果有进入这个画面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我们刚才已经加9了，麻烦给我一个+1，好不好？如果已经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1哦。好，哇，你看每一个闪卡都有它的什么，都有图，有没有？有正面有背面，这样可以吗？好，完成，老师给我一个+1哦。啊，如果你要编辑，还可以回来，这边还可以编辑。哦，比如说这个刚才搜寻的结果，对不对？哇，这个鱼怎么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哦，有完成，老师聊天室给我一个+1哦。好，谢谢哈，谢谢大家。安康鱼哈，来有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1哦。好啊，各位，我跟各位讲啊，这个要怎么用哦？各位建议你这里有一个什么，就是跟学生互动的，我可以把它怎么样点开？啊，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有看到这个 QR code 吗？好，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啊，也可以复制这个连接。好，啊，我们在课堂上的话，比如说他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车上在通勤，他可以看这个 Flash Card。哦，我们可以用这个，我用这个画面来做模拟一下，有看到吗？我用画面来做模拟一下哦。各位这边看你要不要随机播放，这个就叫 shuffle 了，就是抽牌，对不对？哈，啊，这里的话你就用学习卡。好，第一个是海豚，对不对？它是随机的，我们看海豚是最后一个嘛。好啊，各位，哎，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办法让各位听到。哇，这边应该会听不到。来，各位，我用另外一个视窗，好，比如说各位按这个复制哦，哈，我用这个视窗给各位看一下，因为它是可以分享的，好啊，我直接我找一下，我用我的这个视窗分享一下，啊，各位你看哦，好，比如说我就进入学习，啊，各位你看，啊，我想说这个字怎么念 octopus, 各位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到的话，给我一个大拇指好不好？各位听听看， octopus, 有听到声音了哈。好啊，比如说翻页，各位有看到吗？好啊，它怎么样也可以念。 a soft-bodied mollusk with 8 arms. Found in oceans worldwide, they are carnivorous and primarily eat crustaceans and fish. 有听到吗？各位，哦啊，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你的这个 Flash Card 在手机上更好。好，好啊，它还可以怎么样？诶，这个很方便啊，你可以怎么样？如果你 OK 的话，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写绿色的？比如说怎么样？我继续学习，它这里是红色的哦，就不会被收掉。哦，不会被收掉啊！你这里可以听听看 Sea turtle, ，sea turtle 对不对？哦，来这边 anglerfish, anglerfish 哦，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翻页，然后这里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念 a deep-sea fish recognized by its bioluminescent lure. They reside in the dark depths of the ocean and prey on smaller fish. 这样 OK 哈？好，来各位，我们继续哦。比如说你再点哦，好，我们再点它哈，我们点下一个。好，比如说下一个这个是什么？海星对不对？ Starfish,
A marine echinoderm with a star-shaped body. They live on the ocean floor, feeding on mollusks and coral. 好啊，各位注意，如果你写 I know 的话，它这个地方就会变绿灯，有没有？刚才前3个我都说我要继续学习，对不对？好，比如说我这里， Dolphin. 好，然后我听完，我说 I know， 各位就剩这3个，这3张卡。好啊，比如说我 I know 它是变绿灯了，有没有？各位还有这个 sea turtle， 对不对？ I know， 你看变绿灯。好啊，这边好，如果我背完了 I know， 有看到了吗？就过关了，这样了解吗？哦啊，如果 OK 的话，来这边我还可以重来。哦，这样会吗？哦，这个叫什么？哎，这个叫单字卡，哦，叫单字卡。来，有完成，老师聊天室给我一个+2，哈。他不用注册就可以进去了。各位，你可以看，我用访客视窗好了。老师，你看我这里是不是没有注册？我可以直接怎么样？哦，直接进去就可以学了，不用注册，哦，不用登录，它就可以直接学。我也没有 login 啊，右上角有没有看到？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Octopus. 好，完成，老师给我一个+2哦。所以这个老师可以做一系列的单字卡，了解吗？哦，像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个海底动物单字卡，这样了解哈？好，各位老师，因为我刚才已经做了不同的类别啊，你现在回到 Home， 它上面会不会显示？有没有？比如说我这里有做了一个课程计划，我这里有做一个什么单字卡，好，这边就会有分类，好，就会有分类。好，如果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2哦，哈，+2。好，来，那我们继续，好，来，请各位老师接着哈，接着，来，如果可以的话，来，因为哈这个只能做互动，哈，只能做互动，它没有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测验的部分，等一下测验就可以看得到了。还有第三个，等一下有一个那个阅读。哦，阅读的那个活动，那个也可以看到学生的进度。好，那这里的话，它只能做分享，哦，只能做分享。这个是所谓的自习啦，哦，自习的单字卡，哦，自习的单字卡，所以它比较可惜是没有办法有历程，哦。好，各位老师，接着我们再做第二个，这个有点类似，有没有看到？它就是什么？哎，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单字的一个 pool， 你可能非常多单字放在一起，让它可以做这个学习。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我可以根据主题，我给它一个主题来生成单字也可以。好，第二个这种的话是什么？哎，我直接提供一些单字让它来生成，这样可以吗？啊，我现在生成一些单字，那请你根据这些单字来让我做练习。好，你的卡片没有喇叭。你是 Plus 的吗？你是我们这个账号吗？你有升级成 Premium 吗？哦，如果有 Premium 的话，应该就会有喇叭。有。那个老师，你把你的这个连结你贴在聊天室，我看一下好不好？你应该有那个生成的连结嘛？哦，你给我聊天室。哦啊，比如说来智慧卡有没有？我跟他讲，
我这里的词汇的话，我希望是哪个面向？你可以给它2种，一种是根据主题，对不对？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是什么？我直接给你单字列表，请你帮我生成词汇卡。刚才那个老师说他没有喇叭，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卡片的那个连结给我吗？您可以贴在聊天室，我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点开来看。好比如说我这里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们这里的词汇卡，你想说，老师我也没有想法呢。来，右上角有一个想法，有没有看到？它会自动帮你产生，有看到吗？这是什么？来，各位，再生能源相关的单字，有看到吗？根据主题生成的单字。你想说不行，我再来一个，你再点一个，有没有？各位，你可以根据这样的内容，有没有？阅读词汇，小学一般强化，小学5年级的，或者是什么口语的，过去式的，你可以，如果说你没有想法，你可以用这个想法来做生成，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是了解健康饮食的 ，OK。那再来输出语言，比如说我要变英文，有没有什么翻译？我要有什么？有中文翻译，这样可以吗？我要生成这样的词汇卡。来，我看一下哦。刚才老师有贴这个连结有我有这个。我有这个 Clownfish. 各位，刚才那个老师您给我的，我有那个喇叭我有那个喇叭，各位可以看到，您可以看到对不对？有没有？这边有喇叭。老师自己看不到是不是？应该是不至，我刚才自己也有看得到呢。没有升级的话要怎么办？各位知道吗？有没有那个老师还没有升级的，不知道怎么升级的？有没有？有的话帮我打一个有。好各位，如果这边 OK 的话我按一个产生智慧卡，各位有看到吗？它会帮你产生几个？我刚才是5个，它给我产生10个。来，老师您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喇叭。Calorie. 它这里有喇叭。Protein. 好比如说不行，你可以退后一个比如说我再选不一样的主题。好，我是输出语言是英文，我要翻译成什么？有一个中文的说明。再来一次。没有看到喇叭。那老师您看一下我的可以吗？我等一下生成这个内容给你，你点击看一下你有没有喇叭。基本上应该就是，比如说你的浏览器有开权限的话，应该就有喇叭。有输入金钥没有成功。哇，那我们可能账号已经满了。来，各位老师您看一下哦。那我如果 OK 的话，按一个存档，然后这里可以有档名，有看到吗？好这里的话就是什么？按存档。各位，这个地方就可以怎么样？
有 QR code 了，我复制一下我的连接，我贴在聊天室好了。各位看一下我的内容，可不可以看到喇叭？你看我这里，我有喇叭， Solar energy, 有没有？ wind energy, hydropower, biomass, geothermal energy. 有喇叭没声音。那老师，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你那个您的那个主机上面有没有那个声音？哎，如果用手机扫，会不会这个什么状况会比较少？各位，请你试试看哦，用手机哦，嘿，手机扫扫看，是不是有声音？各位，我的手机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可以进去。Solar energy, 我就有了，好，我就有了。 wind energy, hydropower, biomass, 好，来，各位可以试试看哦。 geothermal energy, 所以这上课的时候，例如各位老师，您上课可能是学生是拿平板，对不对？那你就是可以产生这个单字卡，比如说你已经做好了，然后就可以给学生扫这个 QR code， 哦，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单字卡，哦，这个智慧卡。那像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内容哈，哎，那你的笔电可能要调整一下，哎，我都有声音呢。好，您可以这样做一下，比如说把单字卡完成之后怎么样？哦，可以继续的怎么样？好，继续的把这个单字给学生可以使用，给他 QR code 或者是什么？哎，给他那个连结，这样 OK 吗？好啊，最后我们就是存档哈，就回来这里，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新增一个智慧卡，好，智慧卡。来，如果 OK 的话，老师们聊天室给我一个+3哦。哦，这边已经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3。很好哦。所以这两个对于比如说尤其是像英文的学习啊，是很方便的，对不对？哦，就是这个所谓的 Flash 卡跟这个所谓的单字的智慧卡，好。好，那这边如果 OK 的话，哈，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哦。哦，这边都是教学配件呢，这个叫什么？阅读活动。哦，这个叫阅读活动。好，这个阅读活动的话是什么？你可以给他话题，或给他文字，或者说你要给他一些单字的内容。哦，哦，你可以给他一些单字的内容。哦，请他怎么样？哦，来，请你给他，比如说有20个单字，请他产生相关的短文，了解吗？比如说我给他10个就好，哎，跟这个什么运动相关的，或者是旅行相关的英文单字。好，请各位试试看。我这里给他10个英文单字哈，跟这个旅行相关的，我贴在这里。好，我贴在这个地方，各位我也贴给你好了。各位可以试试看哈，你可以给他10个，比如说10个跟旅行相关的英文单字。哦，旅行相关的英文单字，这样可以吗？好，这个就是跟这个内容相关的。好，然后呢，
看你有没有什么附加要求，好啊。学生程度的话，比如说这个是高中，应该是7、8、9、10年级，好吗？7、8、9，好，比如说10年级，哈。好，来啊，我输出语言，我要英文，这样可以吗？好，各位，请你试试看。好啊，我这里要开始建立我的阅读活动哦。例如啦，你手上有这几个单字，像刚才单字卡生成的，你希望学生可以读取，我就把那个单字收集起来，然后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什么英文单字的阅读活动。好，那各位你看一下，我产生阅读活动。哇，有看到了吗？各位，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它是不是给你什么？这10个单字哦，加在一个阅读的这个短文里啊，其中只要有使用到单字的地方，它有没有帮你加什么？加粗体，有看到吗？哇，这个好棒哦！它是有帮你加成粗体，这样可以吗？哦啊，如果说这10个还不够，你还可以再加入词汇哦。哦，它怎么样？各位，它帮你把单字列出来，有看到吗？这是很棒。第一个，它给你阅读测验嘛，然后再来呢，你按一个加入词汇，它有没有帮你把这些什么单字有没有整理出来？有看到吗？好，再来还可以什么？我要测验。好，要什么题目？你要选择题、混合的，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这个简答题，这叫混合题。我们用选择题好了，数量5个就好，然后产生试题。各位有看到没有？因为这是有阅读活动，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历程了。好，各位你可以看到那个学生有没有答题？好啊，各位，最后，你还可以帮你把这个阅读加上音讯。好啊，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声音？哦，比如说我要史黛西。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哦，比如 The 说 only 亚 thing 当。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各位有听到吗？哦 ，Lisa。 Try to use this word in a sentence. 哦，各位，他用 AI 语音哦。啊，各位注意，那个各国的啊，比如说澳洲的英文跟英国的英文可能就不太一样，对不对？会有腔调哦。比如说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好，各位，我按一个产生音讯，它就会读你这个文本。各位，这个就是阅读的这个什么很完整的学习历程，有没有？第一个，它有文本；第二个，你可以用听的训练听力；第三个，你读完之后里面有单字，有没有？第四个，你全部学习完毕了，我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果是不是有测验？有没有觉得很棒？各位，这个功能是不是很棒？你觉得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啊！请各位试试看好不好？好啊，如果这边 OK 的话这边 OK 的话这边的话只能加一种语言哦，只能加一种语言。对，你如果做编辑啊，比如说你觉得它里面的文本哪里有写错，你可以再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可以编辑的，所以老师您自己有文本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带进去？在它产生声音之前，好，各位如果都 OK 请先帮我做一个存档，帮我做一个存档。好，那我不知道档名的话，如果没有 idea， 这里叫 AI 帮我想，这里这个按钮，
好啊，可以存在哪里？比如我存在今天的资料夹。好啊，最后按存档，我就完成一个阅读活动咯。我就完成一个阅读活动了。好，来，那各位老师这边的话，我现在各位老师，我现在把这个阅读活动，我把各位，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有产生这个阅读活动，或者是这个阅读的这个内容的话，你想要给学生使用，那你这里的话，你可以一样用 assign， 好啊，这里可以用 QR code， 或者是复制连结。来，各位老师，我这里用一个复制连结，我用一个访客的设定档老师您看哦。好，我一进来，你看这里是不是可以做这个阅读的测验？有看到吗？前面会先给你这些文本，你可以说我不加入，我只是要听听看它的内容。Passage, planning your dream vacation. 我只是要听它的内容，或者是我想要阅读这样的一个单字，甚至各位老师，请你等一下帮我这样做好不好？下面是不是可以什么进行所谓的测验？我就输入我的名字，然后我按 play， 各位有发现吗？你会进入一个 Edit Cafe 的一个界面，左边是阅读，有看到吗？右边你可以答题，我这里就随便点哦，各位老师，你看，我阅读完毕了，我听完了，我这边左边听完了，我右边把题目答完了，我背完了，我把它答完，然后呢，我送出我的答案。哇，我只得到20分，天哪！来，请各位老师，我把我刚才的连结我贴在聊天室，请你帮我试试看好不好？这边是我产生的题目哦，我把它贴在聊天室，请各位帮我试试看。请各位帮我试试看。来，我来看一下哦，哇，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各位老师帮我答题一下好不好？你可以随便点没关系。我已经把我的那个题目各位这里我现在只有一个，我再贴一次我贴在聊天室哦。老师们可以帮我把那个连结点开，你答题试试看。有了，有6位老师了，有没有？各位有看到吗？所以你出了这个活动是可以有历程的，就是可以跟这个学生这边可以看得到请学生你可以说你用你的学号、你的这个内容来做答题您可以这样看哦。老师们，你有看到吗？我再做一次，这边是不是可以按 response 这里？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什么样？参加的人数有多少？每一题的答题状况有没有？哪些题目学生容易做错？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然后这边有所谓的每个但这个是整体的，你可不可以看各个参与者？他的答题状况有看到吗？哇，这个是不是很不错？这样可以吗？来，请各位老师，你也可以贴你的连结，好不好？来，各位可以贴在连结，你可以贴在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帮你答题，很好对，这个我们刚才的那个宋老师这个 Vic 宋，对，很不错，就是可以让这个学生可以自己来配数，对不对？来，我们来帮其他的老师点一下好吗？哇，真的，我答好几个题目都是维持我的水准。
都维持到我的水准。比如说我现在又比如说我们这个访聊国小的老师，对不对？比如说我这里就用 David， 对不对？好，开始答题了哈。来不及看没关系OK， 好，这个妈妈跟我讲是，老师从小就跟我讲，来不及答题要猜 C。我们看这个策略有没有奏效？很抱歉，我还是维持自己的水准。我天哪！你可以看还可以回来再阅读内容，还可以再看这个所谓的单字没有背的，还可以再做加强。老师们，我们可以彼此帮忙，对不对？来做答题的动作这我应该维持我的这个一并的，我看一下，哇，各位，他真的，因为他很随机耶，我的拿的分数却很固定怎么办？天哪！来，请各位学员试试看好不好？请各位试试看你也可以点别人的题目所以各位老师，你看方不方便？真的很不错，对不对？好它还有一点各位，你的这一个所谓的阅读活动它还可以怎么样？你在 response 的右上角有没有看到这里可以下载？它是一个 CSV 档有看到吗？这个就跟什么很像？跟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Form， 对不对？所以这边可以请各位老师可以试试看这个好用对不对？好，来，那各位老师，我们现在3点左右3点左右。来，我们再给各位老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课我要带各位做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内容，要进行这个比较重要的几个，除了这个 summary note， 就是所谓的摘要笔记，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chatbot 聊天机器人，我要带各位做下面的测验。这几个测验，我挑最重要的这个测验，还有所谓的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有那个作文评分。这样可以吗？好，各位，时间好快剩最后1个小时了。还有一些内容想要跟各位分享来，我们继续刚才的内容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探索跟摸索的啦就是还可以再做微调的好，那我这里的话要介绍一个这边比较这个算是灵活可以使用的就是什么？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什么？算是这个你可以直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机器人。有些功能它没有我是不是可以借由指示的方法，给它知识库的内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可以。那各位，我这里的话，我先做简单的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难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然后来再做一个难的这边的话，我就是需要做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聊天机器人，比如说我先做一个叫做中英文翻译机器人，好不好？比如说中英文翻译机器人。各位知道这个在哪里吗？我再做一次请你帮我按创建新的。这里有一个聊天机器人，然后我这里的名字叫中英文翻译机器人。好，那机器人跟我们讲的话，就是我用中文，我用中文，然后它的指示是这样，我要叫它说来等一下，在对谈中，如果这个所谓的收到这个所谓的中文的讯息，请直接翻译成
英文。哦，如果接收到英文的讯息，请直接翻译成中文，这样可以吗？这叫中英文翻译机器人，这样可以哈？这是我的指示，在对谈当中，哈，那我干脆跟他讲哈，在对谈开始，啊，比如说对谈一开始，好，对谈一开始，请说明，请说。我是中英文翻译机器人，我等一下给各位提示词好了哈。请输入中文，我会翻译成英文。输入英文，我会翻译成中文。来，你好，这样 OK 吗？我把提示词我贴在聊天室哦。来，我把提示词贴在聊天室。好，各位，好啊，知识呢？不用知识，因为它本来就会翻译。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有知识的，好不好？请各位按创建聊天机器人我跟他讲，它叫中英文翻译机器人，这没有问题。我存在资料库哦，按节省就是所谓的存档。这样就好咯。来各位，请各位试试看，下面有一个测试我一下。来，各位，你看他是不是跟你讲话？你好，我是中英文翻译机器人。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如何？我们看他看不看得懂。不错对不对？各位，你可以拿你刚才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阅读测验的段落有没有？直接贴过来，我用英文哦。哇，这样 OK 吗？各位，这个就是你的目前这个状态叫 preview 哦，有没有看到？因为我在测试了，它不会储存。这样会实用吗？来，如果有完成，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中英文翻译机器人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我们看一下+4哦，好不好？有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4。我们先做一个最简单的，有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4哦。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中英文翻译机器人了。好各位，如果有人需要有这个内容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用这个 QR code， 你也可以把连结我们贴给对方，大家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测试的话，在这个 chat section 里面，你可以看到交谈的过程，你可以看到交谈的过程，这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机器人哦。所以各位老师，如果有学生需要用到，有没有？你就直接给他什么？你可以复制这个连结，就直接丢给他就可以了，或者是给他 QR code， 他们就可以做中英文翻译。好，各位老师，如果这边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4
哦，如果有完成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4哦，哈。好，那各位，这是其中一个简单的测试。那我们要来难的了，如何储存？各位，刚才那个 edit 的，如果你已经完成的话，你这边做更新右上角就有一个 save 了，像刚才有老师有来使用，有没有？各位有看到吗？有人来使用你的机器人，有没有一个 chat sections？ 有没有？你可以看他交谈的过程，有看到吗？这样可以吗？你看，对不对？这个他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交谈过程哦。好各位，我们接着来完成一个我在非常多的作品里面都有做的国小英文单字网国小英文单字网，我们早上的作品也有做过，对不对？各位怎么用这个 AD 卡费来做？好，什么叫国小英文单字网？各位注意，我等一下提供一个我们的空间来，各位老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料夹。来，我也贴在我们的聊天室，我再贴一次哦。我再贴一次在我们的聊天室。好各位帮我下载一个资料好不好？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国中英语1200字，或者是这里有一个这个教育部国中小基本智慧1200字的 PDF， 请你帮我下载一下。请你帮我下载到你的本机。我们要做的这个机器人比较特别，我希望给它有一个知识库，它根据这个知识库跟我做互动，这个才是很多老师需要的，对不对？我如果要做一个机器人，我希望怎么样？不要它自己的模型，而是也不是要它自己的能力，我要给它一个知识库。那请它根据这个知识库跟我对谈，了解吗？请他根据这个知识库跟我对谈哦。所以请各位下载完毕之后，麻烦您帮我创建新的，我要做一个新的 chatbot。我要做一个新的 chatbot 哦。好，请各位看一下我的机器人名称就叫做这个国中小英文单字网。好不好？不要写国中小，我就叫英文单字网。好的，好，来，第一个是这样哦，那指示要怎么指示？各位，我的指示很长。好，我的指示如下各位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写说：“小朋友你好，我是……”来，各位看一下我是你的英文单字小老师，我会先生成一个有10个字的英文单字表格供你学习哦。输入 OK，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会随机的由提供的 PDF 单字表中找出10个英文单字，画成表格，里面会有英文单字，有中文说明，有造句。每次都显示不同的内容每次我都显示不同的内容。好，然后呢，对，表格显示完毕之后会出现3个选项，第一个再来10个，第二个给我测验，第3个结束。如果选1的话会怎么样？各位，如果选1的话，会随机的从 PDF 找出10个英文单字再来显示。如果选2的话，会出现5题英文单字的单选题。然
然后会引导你作答。如果选3的话就结束，这样可以吗？哦，好啊，这是我的指示哦。好，各位，接着我把刚才的单字上传，变成它的知识库，这样可以吗？各位啊，我把提示词给各位好不好？有需要吗？我把提示词给你哦，给我传一下。哦，我把提示词给你。哇，我跟各位讲，那个什么，那个 Google 那边，那个如果是在直播室的哈，聊天室的那个 YouTube 那边的没有办法，请你帮我到哪里？我其实有提示词有给各位了，在讲义，各位在讲义的我看一下第几页，我们讲义的第9页，各位这个右边这里就是提示词，我写红字的。你可以把它抠起来贴，好不好？好，各位可以把它抠起来贴。来，如果是 YouTube 直播的话，请你帮我到那个可以进来贴哈。好啊，各位如果 OK 的话，我测一次给各位看哦。这个比我们刚才那个阅读测验可能更好，你还可以把它再优化，因为它是用提示词啊，而且有你自己的资料库，你可不可以给它，比如说我们这个学习的单字，我都把它整理成一个文件，我贴给你，你只能考这里面的内容，了解我意思哈？所以有知识库有好处，这样可以吗？好啊，各位你看哦，好，我就叫英文单字网，按存档。有看到哈？所以这个机器人很棒，就是什么？前面我已经把整个流程跟剧本已经做好了，然后呢，下面就是有我提供给他参考的文件。好，我们先测给各位看，各位，我测给你看哦，你看，他开始读哦。好，来，我写 OK。来了，它是不是生成这个单字表格给你，叫你背，有没有？哇，好棒，对不对？是不是生成10个英文单字的表格哦？好啊，比如说不够，我已经背好了，再给我10个，有看到吗？不一样的，都从你的 PDF 里面挑字出来哦。好，你想说，我已经背的差不多了。好，我用2可以干嘛？来，可以测验，有没有？我问你 ，bicycle 的中文是什么？比如说是脚踏车，一题咯。他跟你讲对，各位你看哦，他像不像一个助教？他是一个家教，他没有直接给你所有题目，他一题一题带着你做，有没有发现？这个有没有很棒？来，大象啊 ，elephant， 对不对？好啊，这个是什么？是花，对不对？各位，你如果要高等一点，你可以给他更好的知识库啊，哈。好啊，来，这个的话是，比如说是游戏。好，再来啊，我随便猜哈，比如说我给他一个 D， 我说错他说是错误的，有没有？你已经答对4题，你看他一直鼓励你，有没有看到？你还想做什么呢？比如说我想，那我就结束好了，好不好用？各位，你自己做的。来，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啊！哈，来，请各位试试看，你看，很好玩哦。这个就是可以自己做机器人。今天的讲义连结哈，来，请那个小编帮我贴一下。
等我一下哦，哦，在这里我再贴一次。哦，好用哦。哦，各位，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做这个机器人，这样了解吗？好，那你可以再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功能可以再加进来啊？借由引导你的提示词的设计，你可以做的比之前他所提供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更好？对不对？来，请各位试试看，好，请各位试试看。好啊，各位，你看哦，你是不是可以这样配给这个？你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给什么？给学生的，这样了解吗？哦，比如说我贴这个链接给各位，各位可以试试看我的机器人，对不对？对呀，吼，哎，有例句可以用念的，是不是更好？吼，我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好啊，各位，机器人的功能这样会了吗？很多人都讲不通哈，就是我看过非常多人在讲这个机器人都太简单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器人算什么？没有差，他都看得懂。哦啊，各位，你可以再设计看看，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哦啊，我这边就是算一个什么，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引导，这样了解吗？好啊，各位老师。这边的学习材料，我们等一下可能还有机会可以使用，等一下再回来，这样可以哈。不用，老师您看哦，我这里 assign， 我这里有一个复制连结，有看到吗？好啊，我直接用一个这个访客的视窗，这个没有注册嘛，对不对？老师你看，我是不是给他一个名字就好？比如说我叫 David。哦，我用 David。老师，你可能等一下，那个郑老师，你那边可能重整试试看哦。这是什么时候会出现？比如说我这里的话，我需要有 OK， 哦，进入那个环节。它这里的话就是训练它的那个英文单字表，有看到吗？哇，这个真的很棒。好，你看我没有登录哦，你看右上角我没有登录也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然后这里就有 section 了。你可以看到每个交谈的过程，有没有？好，各位，好，我们已经进入要最后的几个环节了哦。那老师们，这个我的其实详细的这些指令啊，跟操作动作，我的讲义上都有，讲义上都有。那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内容，让各位老师您在做使用，你可以思考说怎么利用它来做哪些机器人哦，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好啊，再来，各位，我这个不讲，我真的会对不起各位，超好玩的哦。来，你看一下这里创建新的，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走喽。各位老师，我们因为时间快要不够了，请各位帮我按创建新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YouTube 测验？好，什么是 YouTube 测验？各位，就是我讲的，你给他一个 YouTube 影片，他根据 YouTube 影片的内容出题目，带着你做测验，有没有很不错？老师您看我这里给各位几个范例，我来看一下哦。好，这个 YouTube 测验我这里有几个范例，来。在这个因为那个基本的测验比较简单，我们直接用 YouTube 的它有几个限制，你的 YouTube 影片必须要是公开的，要有字幕啦，要有字幕。然后呢，你可以根据提供的内容的话，就有这个所谓的题目。好，各位，我这里有几个英文的这个连结比如说在我们新北市的英文
教学资源中心，这里就有影片，还有介绍像这种评领有没有？这个都有字幕哦。各位你看，我做一个复制好了。好，老师有看到这个有声，这个有这个字幕，有看到吗？好，在这里你把它点开，这个有字幕的，这样可以吗？好，来，那各位，我给各位这个影片好不好？我给各位这个影片哦。好，我给各位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是有字幕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教学用这个来做一个环节是不错哦。好，这个是有字幕的哈，我们试给各位看。各位你看哦，我把那个 YouTube 的影片我贴这里，好，然后我按下一步。来，各位有看到吗？你要建立一个 YouTube 的册页，这是关于新北评领的一个介绍，对不对？来，请各位先帮我进来这里哦。你找一个影片是有字幕的我先给各位一个范例哈。完成了，老师你已经进来到这里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5，好不好？好，你给我一个+5哦，哈。这里的话来，你可以选题目，比如说你看完这个影片，请你帮我做单选题、简答题，或者是混合。我用单选题好了，要几题？我5题就好了。好不好？那有没有其他的要求？没有，没有。我们先没有其他的要求哈。学生程度哈，比如说是6年级，好不好？6年级哈，好再来输出的语言，各位，我们这是英文嘛？我输出成英文，这样可以吗？我输出成英文哦。好，来，请各位看一下，我输出成英文哦。好接着呢，我就产生这 YouTube 测验。各位，他开始帮我出题了，有没有看到？太好了，这样可以吗？你看这个叫做什么？评领美食介绍，对不对？来，请各位帮我到这个地方，好完成的话，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你按一个 save。比如说我给他一个这个，我想不出题目，请他帮我想一下 ，OK？ 他说评领的 T 什么？这个什么查相关的食物，对不对？的在地旅行，是不是？好，各位，你看，我已经产生了一个 YouTube 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YouTube 测验，对不对？好这边的话有没有？好，各位，那我怎么用？我们先用比较单纯的，来，我先用 QR code 的这种。各位，我贴给你哦，我贴给各位，各位可以试试看。我这里的话一样，我用一个访客视窗，比如说我叫 David。对，他现在的缺点在于还不能修改题目。我把我的那个题目先给各位老师，没有错。我也是希望他可以修改部分的题目啦，好，比如说我这里是不是可以开始阅读？这边可以看影片的内容，有没有？
As Pingling is 哦， tea-oriented, 你可以去 no 看它的影 surprise 片内 that 容， there 有 is 看 a 到吗？ variety 哦 3 different 好，那看完了呢？哎，各位啊，等一下，邱老师，我们等一下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补强。哦，我等一下跟你讲。好，比如说我这里就开始阅读一下哈。现在目前它是没有说可以有限制哈，但是我想太长了，是不是也不适合做题目？哦，好，各位，像我这边已经答完了，对不对？我就直接按送出。哦，耶！我终于突破20的魔咒了，各位。哦，你看它这里多好，对不对？前面有这个题目，有没有？哦，你可以这样看，然后下面有跟你解释每一题你为什么错，有没有？各位，这有没有很棒？哦，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啊！哦。所以各位，这个是立即可以用的，我真的觉得很好用啊，对不对？好，来啊，而且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各个作答哦，各位有看到吗？还有参与的人是谁？有没有？好，得到的分数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哇，是很不错。好。好啊，各位老师，我刚才讲的说，那我可不可以再做编辑哦？你看这个 editor， 这个有一点，这边是可以修题目的。老师您看，你可以直接进来这里修题目，有看到吗？好啊，这边可以弄啊，这边解释，所以每一题都可以修哦。好啊，你也可以改答案，你觉得他答案不对也可以改，有没有？那个邱老师，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我再做一次，你可以说，比如说他出题目，我觉得这一题不好，比如说 editor。我可以把这个单字先做一个修改，有没有？连这个内容，哦，连这个答案，连选项都可以修改，解释也可以修改，了解吗？哦，而且顺序也可以调整，哦，顺序也可以调整，哦，这个真的很不错。哦，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哦。它这个甚至下面还可以再加题目哦，所以有没有觉得这个功能很棒？哦，这个功能是不是太棒了？哦，真的是很不错。好，这个叫做 YouTube 出题哈，其实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这个啦，各位老师你看。你想说我在这上面作答比较不方便，我可不可以变成 Google Form？ 有看到吗？各位，你把它输出哦。好，他问你要放到哪一个账号？比如说我这里登录的这个账号，好，他就帮你把它上传到 Google Form 去了。老师们，你看，有看到吗？有没有很方便？如果你想说我不要用那个内容，哦，很好。对，我觉得不要用那个内容，我可不可以用 Google Form？ 可以，而且这个 Google Form 已经设定为测验了，即测即评。好，按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它都有帮你标了，有看到吗？它已经都有答案了，所以这个已经是做好的 Google Form。老师，你可以直接发布丢给学生做，你也可以用试算表，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过程。好啊，你也可以在这边做调整，有没有？哦，有没有很棒？哦，来，请各位帮我完成一下哦，好，完成一下。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哇，满满的，哇，什么东西都有做了，有看到吗？来，好，请各位可以试试看哈，请各位可以试试看。好，来到这里 OK 吗？哦，到这里 OK 哈。好，
来各位老师，今天最后一个范例，再发布一次。您讲的是那个什么，我的 Google Phone 吗？我的那个 Google Phone 是不是？来，各位，您可以看一下哦，到我的 Library 里面，你可以找这边有没有 YouTube 测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你可以用 Export， 这里有一个 Google Phone， 这里 Export Google Phone 有没有看到？好，你选择你的 Google Phone， 它就帮你上传了，有看到吗？是不是很不错？我跟各位讲，我再分享一个，还有一个更不错的。各位，如果我把它输出成 slide 呢 ，Google 简报会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用简报的东西跟学生互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啦？来，各位，好，按继续。各位有看到吗？哇，你是不是可以用简报的方法？有没有？来，这是影片哦，你可以来这边看影片。好，我们来问第一题，对不对？第一题，好，各位觉得是哪一个？来，就可以跟学生在课堂上用简报做互动，有看到吗？答案是 A， 下面是解释，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也很不错？当然我们简报可以再美化啦，不过这个不是重点，是教学内容是重点，对不对？来，如果你觉得很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所以我们刚才输出有2个哦。好，我们输出有2个哦，一个是用什么？一个是用 Google Phone， 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我们是用 Google 的简报。哇，这个功能的结合是不是让你这个还不错，对不对？好，来，那到这里哦，各位最后一个，我想说这个我没有在任何一场有讲过，因为都来不及讲。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各位，请你到我们的创建，我们要做的是所谓的评分，好不好？就是所谓的作业评分者，有看到吗？好，那我们做什么作业评分者？我们做英文的写作批改，好不好？那各位老师，我把我的讲义先打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我怎么做？你怎么做所谓的作文的批改？各位老师，在我的第12页这里，这是综合技综合的技巧。好，那第一个你必须要有标准嘛，对不对？所以我这里的话，各位老师，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写作的，这个是根据大考中心那边是大考中心公布111学年度的这个考试的说明下面有英文的这个评分标准，我把这个文件我贴给各位好不好？等我一下，我贴给各位等我一下，我贴给你。我有帮各位，因为这个是我去做功课老师你也可以自己做功课，比如说你想说这个英文要怎么做作品就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分享，你可以进来看一下它这个有标准的说明跟这个方法还有简化的版本它总共20分，分成4个项度，有没有分成4个项度来评分。好这是参考资料。好我是建议各位老师，您可以再做一些修改，不过这个是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啦，就是因为作文的这个评分的确是比较专业的内容，但是我要有一个标准，让语言模型有所依循，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我的文本你可以怎么做？各位老师，您可以把它下载变成一个 Word 档，好不好？各位老师，请你帮我下载成一个 Word 档。
好，你可以把它下载成一个 Word 档哦，这里，这样可以吗？等一下就变成我们的知识库，这样子 ，OK 哈。好，各位回来我们的这个地方哈，我们的作业详情是什么呢？好，我们的作业详情哈是这样，这个地方是要给学生看的哦。我跟他讲，我一步一步给你哈，比如说，请上传你的英文作文，我会提供评分、逐句订正表等回馈，我会给你一个评分。还有你里面的一句一句的订正，比如说有单字写错、文法写错，我会给你做一个所谓的逐句订正表，这样对那个学生的批改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好啊，接下来各位这个提示词我都揣摩很久啊，好，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你是一个专业的作业评分机器人，专注于大学，因为这是大学会考的会考的写作测验。当使用者提交作文给你的时候，你会根据评分标准来详细评分，分析文章的优缺点，并且提供他具体改进的建议，以帮助学生提升写作的能力。其中要提供评分跟逐句订正表的回馈。好，各位再来，我再给一句重点哦。逐句订正表中要显示整篇作文，我希望可以看到整篇你写的作文。然后呢，错字用删除线，如果有错字，我用删除线删掉，后面要加上正确的单字，这样可以吗？好，再来下面这里，我们把刚才的原则上传给他。来，这个是我的，这个是要给学生看的，这个是我的评分的一个指导，对不对？好啊，这里是我的这个知识库，就是怎么评分。当然，你把它定得越细、越详细、越好的内容，他就会比较知道。我输出语言，我给你虽然是英文的，我用中文跟你讲说你哪里需要做改进，这样可以吗？来按创建，好。这里好，我就是这个机器人我按存档。各位老师需要提示词吗？OK， 这个可能需要各位老师给我这个比较多的订正啊，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我会比较没有这么在行好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做更好的这个修正不过我们来做一个雏形需要提示词等我一下。这边是作业详情，我贴一下下面的话是这个我的提示词，我再贴一下各位可以帮我做一个更正因为可能我那个范围啊，或者是用的这些字啊，没有那么专业。那这个需要各位老师帮我做一个提醒好，这边 OK 了，对不对？好，各位，我按一个更新。好这个要怎么用？各位老师，你当然要有作文啊，是不是？所以我的讲义里面，各位这里有我的讲义里面，我有收集这个大考中心里面所谓的佳作。好这里有各个年度的我选一个100，比如说新一点的也可以啦好，各位，这里有原卷1之1，有看到吗？这个是什么？这是中文哎。我看一下有没有英文的，这是国文英文的，该用英文这样子会比较快。好，这里有几份，对不对？哇，老师这个怎么办？上面有提示词，我再贴一次给各位老师。这个怎么办？
各位这个怎么办？GDP 哈，对，可以。各位，我给各位一个工具，我觉得更好用的。各位有没有用过有没有用过这个？建议各位哈，请问一下你的 LINE 有没有用过？你的 LINE 有没有那种个人的 LINE？ 就是你的那个 LINE 的群组只有你一个人，有吗？好啊，各位老师哈，你要听一下哦，要听一下哈。建议你，像这个的话，好，我做一次给各位看，这个超强的。各位，在这个左下角这里有看到吗？你帮我做一个截取啊，画面，你那个画面不是放的越大越好哦，跟各位讲不是哦，不是越大越好哦，适当就好了。好啊，他问你要做什么？这里做文字辨识。有出来了吗？各位，有没有很恐怖？你这里按一个复制，好啊，那你找一个文字档把它贴上。哦，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有一个作文哦，这一个作文，好，我开一个，我把它贴上，这是第一页哦。好，各位老师有没有觉得好恐怖？来，第二页，哇，他写好多哦。这个第二页有没有？各位，我的经验不是放的越大越好，哦，适当就可以了。各位，再框一次，按 A， 这个叫转为文字。各位，有看到吗？好，这里复制。来，我把这个作文，把它空一格贴上。好，各位，我这里有大概的内容了，对不对？好，我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我把它丢到我们的刚才的机器人。各位，你看哦，好，我这里我复制一个连结哈，啊，我用一个空白的访客进来，有看到哈？来，第一个，他要求你可以丢文件，你也可以丢文字。好，来，我丢文字来，各位复制起来，来这里贴上，然后我的名字啊，我随便写一个 David。好，各位老师，我送出，让他评分，有看到吗？来，逐句订正表，有看到吗？各位，他觉得你这个地方不对，可能是辨识错误啦，对不对？我只是做一个示范，可是他直接真的做给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非常可怕？来，你这里觉得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啊！好，各位，今天这个你就值了，对不对？有看到吗？他还给你建议，有没有看到？他还给你建议，有没有？好啊，下一步，老师们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光这个地方，我觉得光这个地方就帮助我很多，对不对？哎，比如说我写错字啊，这个地方他教你怎么用词遣句，对不对？好，那以前我看过的他是怎么样？很多是这样一个字，我根本对不起来，说它到底在哪里。后来我一直修提示词，我觉得这个方式最好，有没有很棒？哦，来这边分享给各位啊，我这边也我丢给各位老师，好吧？我的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自己也可以做做看。所以各位，这个好不好用？超好用的，很强啊，真的，哦。请各位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丢你那个，你如果有辨识出来的作文啊，那个手写的哦，哦，哎，各位需要这个那个网址吗？那个大考中心的，
看一下，我丢给各位老师好不好？需要吗？就直接可以测试一下试试看。我丢给各位老师。哦，有没有觉得这个超强的哦？尤其是它真的改起来有模有样，所以我只拿到几分？2、4、6分哦，20分拿6分。他这里有跟你讲啊，哈。那各位你可以再细调一下，因为我刚才是这样逐字的这个辨识啊，它辨识一定会有误差。哦啊，如果各位你也可以不用这样，你可以丢什么真的学生写好的文件，他打的哦，不是用手写的，可能是用打的哦，是用什么样的文字的？用 Word 档，用 TST。各位，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分享，你看哦，如果说我要重新做，可不可以？可以啊。哦，我建议各位老师，您如果要重新来哈。来，我看一下。来，我们刚才那个地方重新来的话，来复制，你可以再开一个访客视窗，它不会记录。如果是原来的，会记录哦。哦啊，比如说，你看它这里除了说我刚才用贴文字的，学生真的写成文件，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文件？那个比较准，对不对？比如说它是 DOC 是 TST， 是不是最准？哦，那你只要丢给他。然后输入名字，他就会可以帮你打分数。哇，老师们，你看有没有很棒？哦，各位，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哦，光这个地方改，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哇，坏掉了。OK， 好，各位老师，不好意思拖到各位一点时间，我做一个结尾好吗？好，我做一个结尾。OK， 那今天下午的话，我们真的花了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 AI 的备课工具。那我们体验到它的功能的强大哈，从申请开始，一直到它做3个面向的内容，教学的一个规划，教学的一个配件，教学的测验，对不对？那它真的是一个教育面向的思考非常多层面的一个相关的工具。那我们今天尝试了它非常多的可能性，对不对？不够完美，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更加精进。那各位可以在这个使用互动的当下，可以发现很多你在教学上使用 AI 的可能性啊。AI 的可能性，机器人吗？可以，我给各位再一次机器人的这个连接。好，来，在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在评分的作业员这个，好，各位等我一下，我给各位连结哦。可以 ，Flashcard 可以用现成的单字表哦，好，来。那各位，您借由这个软体的话，你有看到它在 AI 的各个面向的可能性哈？那我也希望说，各位老师，您可以在测试的这个当下，也可以跟它，因为它在台湾这边有官方的一些就是说他们有官方的网站，您不妨可以跟官方这边多多的互动。它这里有真人的 LINE 哈，那你也可以把问题还有你们的希望，可以跟他做交流。我也都觉得说他们都很正向，可以跟各位就是说，截取各位的资讯，让他们产品更好，产品更好。刚才黄老师这里有问说 ，Eddie 咖啡跟 Chat Everywhere 的2个工具的各自的长弱，我会这样觉得 ，Chat Everywhere 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什么？它真的就是一个类似语言模型，比较接近 Chat GPT， 所以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为主的工具。以这个方向为主的工具有什么好处？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弹性很大，它没有受到非常多的限制。那你在使用上面，只要你的根基够强，你的累积的资源够多，你可以在上面做出非常多，而且成本相对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案啊、教学的内容。那以 AD 咖啡来讲的话是什么？它客制化了很多不一样层面，你看它分3大类，对不对？
让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适合就是说我们刚进来可能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学习的这个背景，利用这些环节跟指引啊、引导啊，来产生我要的，无论是教学配件或者是教学的这些结果。好，Magic School 就比较类似咯，各位，我觉得它跟 Magic School 就有得拼了哈。啊，我觉得 Eddie Cafe 赢在哪里？它在台湾有人帮你服务。那个 Magic School 不会进台湾，已经有经销商去问过了，所以在 Magic School 那边有一点遗憾，就是什么？它不会进台湾啊，也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服务就可能比较间接，了解吗？好，李老师在问他用哪个 LLM， 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哦。我也去请厂商问问看好了，这个他没有说他是用哪个 LLM 哈，应该是说他是用哪个大型语言模型啦哈，这个他没有说哦啊，但是这个可以问问看哈，我也要去问问看，我也不知道哦。对，不过各位老师，您现在跟我询问的这几个面向，是不是最近您都有接触过了？比如说 Chat Everywhere 啊，我们早上的 Magic School， 今天下午的 Eddie 的 Cafe， 对不对 ？Eddie Cafe。然后这几个工具的话，你会发现 AI 工具就这么的蓬勃哈，展示在各位的面前。那剩下来的这些这个所谓的使用啊、互动啊，就要交给各位老师了。好啊，我也期待我在这个路上可以陪着各位一起前进。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感谢各位。